这个味儿对，上礼拜确实有点淡淡。我的说算是，我觉得说这家店我就不会讲，我想肯定是要找我们赔钱了吧，也是自己打脸嘛。他就告诉你 I corrected， 是维护他公司的这个形象。我没有单独的看到过只善良，跟他做事一点都不专业，或者是我看你最近在社区里面做了一个头条，大家说一说对马来西亚人的印象，你给了3个选项，其中2个反差极大，一个是说马来西亚人很善良，就88%的人都同意，但是只有2%的人投票说马来西亚人做事兢兢业业，这个我是绝对没有想。其实我不太能够同意，为什么这么少人？我们用事实就可以来反驳这样的一个说法。怎么样？怎么还买了西瓜汁啊？没有啊，就今天你还记得我们上礼拜来喝西瓜汁，然后我们2个说觉得口味很淡，然后我们说那就皮是不是跟店经理投诉一下？对，店经理当时说西瓜没有问题，是原榨的，鲜榨的。他今天我一走出去了，他把我叫住，他追出来的，他说你是不是上个礼拜有跟你的先生跟老公？你的老公先生跟老公啊，哇！你老公跟小孩一起来吃，我说对对对。哇，天哪！对啊，今天他们喝西瓜汁。哇，2杯都要16块了哦。对哦。而且人家还记着你，这个不容易啊。对，我想他怎么会认得出我？太暖了，太暖了。刚才看到的那个事情，就是我们最近碰到的一个大反转。其实他们正体现了一种马来西亚人做事兢兢业业的态度，对我们自己做人做事都会有信心。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典型的，就是一个专业的一个人士，他把这件事情从坏事变成了好事，包括他可能把一个有毒的客户变成了一个对他忠心耿耿的忠心粉了，忠诚粉。这个事情就是在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视频的前4天，我们一家3口到他那边去吃饭，我们经常会点一个饮料是西瓜汁。对，我从来没点过，你们觉得西瓜汁好喝在哪？我觉得这个西瓜汁，首先是对这个店的信任吧。每次我们点完之后，就听到后厨的榨汁机的声音，我就知道它是现榨的。现榨。第二个，我每次都关照它不要再额外放糖。然后吃了我们大概起码有7、8次吧，就感觉它每一次的口感都是很稳定的一致，那种西瓜的清香，然后就很每天晚上每次去吃夜宵的话，这是必点嘛，所以很熟悉。但是那一次的话，感觉我跟小孩一人点了1杯。就是感觉特别的寡淡，对，大失所望。对，他递给我喝了一口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 watery 那种淡如水的感觉。对，当时我们觉得这价值也不大嘛，8块马币1杯的话。其实你们俩那时候就想算了是吧？因为你们也挺喜欢这个店，就是说但我说还是要去跟店反映一下。我们当时说算了，我要仔细想。我的说算是，我觉得说这家店我以后就不会再来了。我是这么一个想法。你就把它打入冷宫了。对，那天晚上也挺晚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去说了，因为你都已经喝了差不多了，你喝过了，你还期待什么？那因为不是我点的，所以我倒是没有这个想法，但我会的。其实我也很好奇，他会怎样反馈的。那你是怎么说的呢？我就跑到了那个胖胖的那个女的店经理面前，我说你好，今天我们点的2杯西瓜汁啊，我们以前常点，我想告诉他说我们是了解这个口味的，那今天我说特别水，不好喝，很淡，你能不能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就我呢是留个开放的问题给他，看他会怎么样处理，怎么样回答。那他做了什么呢？他愣了一下，然后我感觉本能是不是那么喜悦吧，就是他有点不开心。然后呢，他把下面的那个冰橱打开，他看了一看里面的一些这个东西，有可能是西瓜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西瓜汁。他告诉我说，我们每一天都是每天拿货，每天帮你们现做的。他说应该不会有问题。然后他就看着我，所以我这时候我也有些，我其实心里这时候我才心里有点不愉快。我就想，哎呦，这看来平时对他也是过誉了。这个我可能以后也会打分，就不自觉的就下降。我说那就算，我想因为只是2杯西瓜汁嘛。我说好吧，那就算了，我们再说。我就回来把这个事情告诉你。我说人家都是现做的，我其实脑子自己还在盘算，会不会那天的西瓜就是比较水不甜。对，我就劝你们走了呀。你看你那个回来，我当时也是觉得有点惊讶，因为以我们以前在这边生活了3、4个月的一个印象，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就可能会直接退钱。是我的预想就是这样一个结果，结果不是这样，所以我也觉得说没关系啦，反正本来就想好不要去讲，我以后其实就不来了。对，其实当时有点尴尬住了，因为我本来想说，那您可不可以尝一下？那我想他如果是现做也会不方便，他再去打一份，而且他按照自己大的流程来说，他检查了一下，他们每天都是现做的，那这一杯会有什么问题呢？他可能觉得就不太可能，有可能是我的问题，所以我想好吧，他怪我，那我就不再辩解，我们就走就是了。所以我们那天就走，就不想再去了，对吧？对，
但是有一点就是他回过来说这个西瓜是没问题的，我至少心里面就放心了，对就是说他我在想吃了不会有问题，是因为这家店平时的卫生都做得挺好。但是4天以后，我们又去了这家店。那天我在车上，是你一个人去的，你是为什么还会又去给他机会的呢？因为这家店，就是我也是自己打脸嘛，本来想我再也不来吃了，但是他们家其实还有其他好吃的，所以我就想，哎，那大不了就是西瓜吃不点，所以我就去点了一份他们家的粥。好，我坐在车上，你进去了，你那天在里边发生了些什么？我那天进去就看到当时你投诉的那个经理嘛，但是他在忙别的事情， OK 我就直接跟其他的店员点单，我说我点一份粥打包走，但是因为要等嘛，我说这样我等一会儿再来拿，我就直接付完钱之后就跑到隔壁去买别的东西了。OK，大概过了2-3分钟就回到店里折返，想来取这个外卖，我就发现这个店经理站在这个粥店的门口，在朝我这个方向张望，我当时就也没有想什么，但是靠近去的时候，他就非常关切的跑过来跟我主动搭话说，你是不是前几天跟你先生还有你家小孩一起来我们家店里吃过东西？心里惊。我非常紧张，我想是不是我儿子闯祸了？那天我们是不是搞坏店里什么东西，然后监控把我们就记住了？对，我想肯定是要找我们赔钱了吧？然后我就说对，那天是来过了。他说那你们那天晚上是不是有点西瓜汁？我想对，那看来是我们把什么西瓜汁什么东西大概搞坏了吧？那听到我回答之后，他就说你们那天走了之后，我第2天在这个跟店经理又讲了一下，我们就去调取了一些所有的记录，然后就发现说那天晚上帮你们做西瓜汁的这个员工，他是往西瓜汁里面兑水了。他发现了这个 root cause 是在他们内部。对，他说，接下来他就说我非常不喜欢他们这样做事的这个方法 OK， 所以说他说非常不好意思，你看是不是我可以重新赔给你2倍？所以他第2步是承认错误，对，而且是承认自己内部的一些问题。对，而且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不喜欢他们这样做事的方式。那你刚讲的第3步就是我们在前面视频看到的，他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对，他给了你一个什么？就是我们看到他说我补给你2倍嘛，然后我当时心里面想，那补给我2倍钱吗？结果不是，他是把我带到店里面去，然后说我给你现做2倍，所以他就开始切西瓜，请他的店员切西瓜，然后当场就榨汁给我做了。其实这个2倍。这个榨汁的就是很大2倍，你看到了，比我平时在店里面大概这样高，几乎是我感觉起码是翻了1倍吧，那个容量。对，你其实那个视频因为是我拍你啊，就我当时你拿进来，我是首先是非常惊讶，我说你说你不是不喜欢西瓜汁吗？我们那天吃的不好，你怎么又买西瓜汁，还买2杯给我带1杯吗？对，然后他递给我的时候，我也他又再次跟我道歉说，不好意思哦，这个那个上一次的事情我当时我立刻就回应了，我说我这边非常感动，以后你们家我一定会继续来光顾的。然后我拿着这个西瓜汁，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聪明的一个做法。对，因为他就把我这个已经完全那个心凉了的对给解掉了。对，而且我觉得比赔钱更好。有些我刚刚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有些人会选择赔钱，那他赔一个西瓜汁给你，他就告诉你 I corrected。对，他用一个当时瑕疵的这个产品，用一个正常的产品，然后去给到你说 impress 你说其实正常就是这样。对，不但拉回了你对这家粥店的印象，还拉回了你对他们西瓜汁的印象，他们做事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对，这就是一个大反转。对，是的。所以那个女店员，我感觉她可能是个店长级别的吧。她做这个事情就让我非常感动。还有就是你会有反思嘛？就是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是说明我们这件西瓜汁的事情，我们最近一直在想这事儿，是吧？我是指他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们走了之后，这件事情在他的脑海里面，他是经过反思复盘，然后他可能也当下是有疑点的，不然他不会第2天又去跟自己的这个经理上一级去说，或者他又接到了其他的投诉。也有可能吧。但我想就是说，这个事情来说的话，他是往心里去了。是，总之他去查了问题背后的问题。我现在也可以理解他一开始这样回我们，虽然当时对我来讲，他其实可以在情绪管理上做得更好，让我更加开心一点 maybe， 但他只是把大的流程检查了，他们是西瓜是每天来，他是现榨，他觉得没有问题。不过我觉得他责任心和兢兢业业恰恰体现在这个地方，就他没有停在那里结束了，把他的本分做好，他没停，他又往下去细查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查到了真正的 root cause 在其他地方。我现在想想，我能够理解他当下的这个选择，因为我觉得可能
就是在两方不同的声音当中，他的选择信任是选择相信他的同事。你说这个角度，那么有可能就这个公司，我们平时我们去吃，我们也感觉这个公司它的这个制度还有人员培训都做得非常好，所以他也许就是信任了公司有一套健全的品质管控质量，然后他也是推定他的同事们同样接受了这个训练，会兢兢业业去做事。所以他在这个相信自己的同事和相信顾客之间，他可能是选择相信自己的公司制度和同事。那么他最后做出对我们的反应是维护他公司的这个形象，这是很专业嘛？这也可以解释他的告诉你的原话是：我真的很不喜欢他们这样，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指责，就是代表他原先也没想到他们做事这样，对吧？他现在又强烈的不认同，可能OK， 这样我可以理解他。而且我觉得他在追查的背后体现的是一种。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心，就很多问题的质量就是蕴藏在你做事的过程当中的。你带着一个负责任的心情去做，和不是的话，有可能在结果上未必能体现出来，让顾客去投诉抱怨。像我们很多电子产品，你都不一定能得到你满意的，因为太隐藏了，看不到，有可能要很久才会爆发很大的问题。但你带着这份心去做的话，最终传递给客户的满意度又会体现在企业的利润和它经营的品牌上面，一定能够被体现出来啊。对啊，那第二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了4-5天，我又不是天天去光顾，那他能够一眼就是看出我还站在门口来追我，所以就可见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他是天天在心里。对，天天在他想这件事情我要去做，然后我就会特别留意我的客户。终于来了，然后赶紧要抓住他，去弥补这个问题。对，而且时间段也不一样，我们平时都是晚上半夜去吃的嘛，那天是晚上下午4点多，所以他有一个很强的警觉性，他的脑海里面一直在提醒他，这个客户如果来的话，我一定要去给他一个被守株待兔了。对，就是对，我觉得确实他做了第2步内部追查了，他也可以停在那儿，因为那天晚上我们明明已经接受了他的说法，他可以不用管我们的。对啊，你想。对，他什么？而且他为了找到我，他是那天是站在店门口逮住我。对啊，对，他做了这个，我觉得就是一种专业度，一个兢兢业业的体现，而且每一步我现在想起来都做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能对他们来讲就是天然的。我如果对顾客负责，我把顾客当成朋友。另外一个那个店经理，他不经常说感恩嘛，他经常会把这个放在这个嘴边。所以我觉得他跟大家讲就该这么做。我不知道，就说这是经由训练。还是一种这个他觉得本来就该这么做事。我想可能他本身的人他就是有这样一个很善良的，他是一个我同意，可能他的本性就是这样做事情的。第二个，我相信他对这个企业是有热爱的，有感情 passionate about this company。 然后第3点我就是想到了说，其实他也是受过一个训练，或者说他的一个本性加上训练之后进化为说他会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为他的公司能够留住客户，甚至说这个客户转成忠诚客户之后再给他去做更大的宣传。对，他也许未必知道有这样一个功效嘛，但是他在做这个事情，所以你就看善良最后这颗种子种下去之后它就生根发芽。对，就在企业 HR 也是这样理解这些事情，你本来要有这个土壤在，就是他的文化他的心态表现出来的要对，然后呢表现他的行为上，他的mind 的 indicator 这行为做出来也要对，最终你的视觉你能够很明确的感知到的整个文化氛围就才会都对。就我觉得他们首先选人就要选这样的善意的、理解顾客的、有同理心的、提供很好服务的人，然后他能经由专业的训练。我觉得是这个公司这个周店也是很了不起的，因为这个我就想到若干年前我听一个采访，他采访的对象是 Ritz-Carlton 他的这个 founder， 他说了一个概念，就是他呢有点像中国的海底捞，但是他比那个海底捞运行的那一套要早很多年。他给他所有的员工每个人每年都是有$700的这样一个跟他的客户去和解的一个 budget， 因为你不需要跟其他的老板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只要有人跟你投诉，哪怕是一个门童，只要在你的$700每年的这个 budget 里面，就立刻给他一个 offer。为什么？他说首先他希望顾客感受到的是他来这家店家消费，这家店家的感觉是像他妈妈一样，妈妈就是有求必应嘛，所以他能够立刻快速。第二个就是他要避免一个说把一个心怀不满的客户变成一个有毒的客户 toxic customer， 因为这个 toxic 是他会用口碑去告诉别人说这家店你不要来，所以他需要的是建立更加多的忠诚客户，有了这个 royalty 他就会给你免费的去做 marketing。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家店它也是有这种大智慧在里面。服务是有成本的，就可以体现在这里。
那我其实还有第二个 learning， 就是当然我觉得自己当时那个问题设置的也不太好，因为善良里面就能够体现专业，专业里面也包含着善良，它不是那么的密不可分，它可能是某一块硬币的两面，就互相会产生一些关联的。我没有单独的看到过只善良，但他做事一点都不专业，或者是他做事非常专业，但他没有带着让你感到一些温情和温度在里面，那也很少。反正这还是挺让我感动的地方。我也是，然后他不管他是一个善举，然后给到我们很多启发嘛，对吧？没错，处处留心节选。我今天一直觉得别人的小小的错误，别人做的好的那一点点东西，对自己其实是一种启示和鞭策。我看到这个，我也会督促自己，就是做事啊、对人啊，要变得更加专业一点，用他的这种专业加着那种善良的专业。对，我觉得就像我孩子前2天我们两个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这个容错率。我当时只是跟他说，来了大马之后，你就发现容忍错误的这个概率，你的那个 bandwidth 更大了。儿子就纠正了我，他说：“妈妈，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那个容错力 ability to tolerate mistakes。我觉得就是这样。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有这个容错力，然后这个店经理有一个容错力，然后他的容错力之后，然后变成了一个持续的改进的动力。挺好，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是，所以我们也会学会，以后也照做，这样我们生活的幸福指数肯定会更高一些。还有就是与人为善。与人为善，这必须的，对，必须。对，好，在善良的环境，与人为善。对，好，好，谢谢，拜拜。